谁掌握话语权，谁定天下之大局。欢迎收看《千秋论》，我是赖岳谦。我们今天谈打台湾牌的问题。打台湾牌到底是决定权在谁？因为它牵涉到有没有效。有人说台湾甘愿被打台湾牌，可是台湾的空间并不大，台湾没有主动权。因为如果美国跟他的 G7 的盟国不打台湾牌，台湾想要被打也没这个空间，所以台湾是被动的，他只能选择愿意被打还是不愿意被打，还是他利用他们要打台湾牌的期间里面，给自己获得真正实质上的最大的好处。但是基本上来讲，你只要愿意被打台湾牌，你都输了，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好处。所以台湾如果愿意被打台湾牌，愿意被动的，它的空间跟它的路就死路一条，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但它是事实。所以民进党当局在这个部分里面应该要死心，因为免得把台湾人埋葬掉。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换言之，打台湾牌，台湾没有空间，没有主动权。那我们就来看，那为什么 G7在这一次的外长的会议中，因为外长的会议是在为他们6月11号到13号的7国的领袖他们举行的高峰会议中做铺路，所以他们的联合声明里面洋洋洒洒的写了对中国大陆有6大的主张，然后里面有谈到台湾的问题。换言之，也就是 G7 在这一次中为什么猛打台湾牌？他猛打台湾牌一定有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为美国也好，为 G7 的美国的同盟国，他们要谋取他们的国家利益。通常我们对于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学里面，我们通常会区分为3个，一个就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一个是国家的战略利益，另外一个是国家利益，通称一般的国家利益。一般来讲，当我们提出国家的核心利益的时候，也就是说攸关国家生死的问题，所以会用尽所有的手段，当然是包括军事手段，去排除这些影响到国家生死存亡的这些事情，也就是这些安全的因素，当然包括主权的问题在内了。那国家的战略利益当然也跟国家的安全生存有关，但是它是次于攸关国家生存的利益。换言之，也就是让国家的生存空间更广大，能够让国家的这个活动那么更有它的这个能量。基本上来讲是不排除使用武力，但是武力并不是主要的选项。那一般的国家利益通常就不会采用这个武装力量的，我们一般会这样来区分。好，既然是这样区分，大陆已经摆明了很明白，就是台湾是攸关国家的核心利益，所以一定是会使用武装力量。如果有人影响到有介入，这就是为什么反分裂国家法是跟国家的核心利益是结合在一起，这是符合国际的一般的通则跟一般的理论。但是你会看到，这个美国跟他的盟友用的都是国家利益，也就是打台湾牌是要满足他的国家利益，也就获得他的好处。而这个国家利益并不是来自于台湾的贡献，台湾能贡献的太小了。为什么？因为这些国家都是比较富有的大国或是中等的国家，台湾能给的只有能够给一些特定的个人组织给他们一些好处，但是对于整个国家的利益来讲，台湾能够给的太少了。重点就在于他们是要从中国大陆这边来获得，所以当中国大陆不肯给他们利益的时候，他们基本上这个牌就无效了。而如果说大陆给他们的是负国家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不太愿意再打这张牌了。好，我怎么来跟你们分析？先讲一个案例，这个案例也就发生在大陆身上。20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中国大陆在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很快，但是军队的武器的代建还没有完成，军队的改革现代化没有完成，还有就整个政治体制各方面问题也都很多。
最重要的就是在军事方面不具备有完全的渡海作战的能力，都不具备有。要掌握局部的空优跟海优的这个能力，也是我们有所保留。但是他要摧毁台湾的，或是攻击台湾的军事设施，这个能力是有的。但是最终你要能够把地面部队投入台湾，这个能力还不具有成熟的一个能力。这就是一个2005年的一个情况。在当时，美国是共和党的小布希执政，美国强大到不行。台湾是民进党的陈水扁，所以当陈水扁开始在搞一边一国搞这种有倾向于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美国就开始打台湾牌了。美国开始打台湾牌的情形下，那中国大陆就会要求美国要坚守一个中国原则。当大陆要求美国要坚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时候，美国就开始开出条件来了，说我可以帮你把这个台湾的问题，把陈水扁的问题压下来。那我会守一个中国原则，但是你要帮我做几件事。例如说，在联合国的安理会，中国是常任理事国，可是我美国的提案你不能投下否决票，最多也就是弃权票。所以这样的情形就牵制了中国大陆在联合国安理会跟联合国的一些作用。另外一个，那也就是对于朝鲜的问题、伊朗的问题，特别是朝鲜的问题，有关于宁边的核设施等等六方会谈，你要有很大的贡献，所以要提供很多的粮食、汽油、原油等，来协助六方会谈的完成，也就是要满足当时朝鲜他们的需要。换言之，也就是中国要分担这一些这个责任，就这样子一个态度。那对于内部的经济的问题，你要跟我多买几百架的波音，再跟美国多采购一些农产品等等。你可以看到，在经济方面，美国向中国大陆狮子大开口；在政治方面，在朝鲜的问题、伊朗的问题，在国际里面联合国的问题。这个时候 G7 的所有的国家都起而效尤，所以每一个国家就是说我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那你就要给我什么。所以不管是日本、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等，他们就捞尽各种好处，因此打台湾牌有效，买空又卖空，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但是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习近平上来了以后，整个局势开始有很大的转变。当这些国家，也就是在奥巴马时代开始又要尝试打台湾牌的时候，我们看到两个情况不一样的。第一个，中国大陆不可能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打台湾牌。第二个，在当时马英九在任内的时候，我们也很清楚的看到马英九的态度很清楚，我有9·2共识，所以我不想让任何国家打我台湾牌。所以他坚持9·2共识，两岸的关系越来越好。美国打台湾牌无效了 ，G7 打台湾牌无效了，而两岸的关系越来越好以后 ，ECFA 签订了，所以两边的贸易一直在上升，人员来往，台湾参与国际的组织、国际的活动空间一直在扩大。欧美国家打台湾牌无效，因为台湾不愿意被打，而中国大陆也借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开始推他的一带一路。可是等到特朗普上来以后，又要打台湾牌，要中国大陆在贸易这个部分里面要让利、要让步。可是大陆不可能再让美国人打台湾牌，因为他很清楚知道，如果有这个突破口 ，G7 的其他的国家就蜂拥而至。所以在这个强烈的对抗中，特朗普的团队气急败坏，一直升高打台湾牌的筹码，一直升高，一直升高，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绷，台海的关系也越来越紧绷。您可以看到，在这一次的 G7 里面，这些国家想要用群斗的方法纠正，要逼中国大陆打台湾牌，也就是如果大陆在台湾这个部分里面让步了，那您想想看，这些国家就得逞了，他们就得益了。所以我个人的一个推断，欧美 G7 他们能不能有效的打台湾牌，关键是在中国大陆。但是目前
大陆已经摆明了，我不可能让你打台湾牌，所以整个局势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现在的情况是，如果再往前推一步，就是谁打台湾牌，谁非但拿不到任何国家利益，而且还要丧失损失他的国家利益。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就没有国家愿意打台湾牌了。怎么说呢？您想想看，因为大陆它很清楚的界定，台湾是内政的问题，是两岸的问题，是历史上的问题，是主权的问题，世界各国不能够插手。分裂国家法也摆在那个地方，所以用排除法，也就是他国如果要用他的手要干预、要插入台湾这边的话，中国大陆就那一个国家就要采取制裁、报复的措施。换言之，也就是如果是个人，假设有一些议会的议员，他们要号召他们的议会要对台湾的问题要打台湾牌，就对于那个议员提案的人实施制裁。如果有机构或者是有这个政府官员，那么猛打台湾牌，就对于那一些政府官员那么实施制裁，而且对于那些政府官员他离开公职以后，他的服务的机构也要实施制裁。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欧美的国家他们的官员都是临时工，也就是今天当官，明天就下台。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他如果考虑到他之后的生涯规划、政治前途、经济前途，他的思考就会很多了。所以您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可以对个人，可以对机构，接着就是对于这个国家实施制裁的情形下，而且是采用务实的现实主义，用不同的等级、不同的优先顺序实施不同压力的制裁。这样的一个情形，就会使越来越多的国家，他很清楚的发现，这个台湾牌不能够再打了，再打他的国家利益，非但拿不到，而且还会损失他的国家利益，他的人民就不会答应了。这样的情况，两岸间没有外力的干扰，两岸间其实反而可以理性的回到务实的角度跟地方来去思考我们未来的前途跟未来应该怎么走，这样不是比较好吗？所以台湾在这个部分的观众朋友也想想看，我这样的一个主张，您同不同意？好，今天的点评就到这里，谢谢各位的观赏。我们每周1、3、5台湾的时间早上10点钟，我们准时播出。谢谢各位，也欢迎各位订阅、按赞、分享，开启您的小铃铛。我们下次见。